陛下要去哪儿？路童，提前戒备。陆凌风，你什么意思？恳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从长计议。朕只是想找个地方倾诉苦闷，聊以解忧，从长计议什么？朕虽不是什么马上天子，但也不至于要你们处处保护吧？陆童，你是朕的大将军，怎么能听他一个雍州司法参军的调遣？卢凌风推测陛下要出西北角门，而往修真方。我本不相信，只是考虑陛下的安危，就……朕还以为刺客组织血滴，朕倒也听说过。既是为了朕的安全，又何罪之有啊？只是朕心中多日郁结，当如何倾诉？陛下不如在这里倾诉，由卢参军转述。奴婢多嘴了。这主意不错。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遥远王国的故事。有一位王子，微不足道。之所以这么说，因为他有很多兄弟，更多的堂兄弟。他强大的祖母统治着王国，祖母看不上他的父亲，以致王子的童年被幽闭在深宫之中。母亲遭误，做燕谷之胄而被杀。王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被葬于何处。祖母退位以后，他的伯伯做了国王，大权却落在了伯母和堂妹的手中。弄臣溜须拍马，朝廷卖官鬻爵，朝堂上下乌烟瘴气，王子冷冷看着这一切，直到姑姑找到他。后来有人说他性情果敢，胸有大志，其实不过是事后诸葛。我是喜欢骑射，但我更爱各种乐器。若真说志向，我想成为全天下最好的演奏家，在湖边的午后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轻轻地拍打着节鼓，看太阳慢慢落山，了此一生。那是三郎最大的渴望。然而，命运把我推向了亡国的风口浪尖。唐龙之夜，在下达决战的命令前，我浑身都在颤抖，猛烈跳动的心仿佛要冲破躯体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箭一旦射出，便不可能回头。一场大战后，王子被立为储君，2年后当上国王，大权却掌握在姑姑手里。那是小时候最疼爱我的人，或者说，唯一给过我温暖的长辈。我可以尊敬他，甚至听他的，但如今我是天子，不能任人摆布。大唐必须迎来盛世，为此，朝堂之上必须有绝对的权威。王子并不在乎权力，却被推到了王座之上。他追随者寥寥无几，而姑姑身边却簇拥着文臣武将。怪只怪，我错生在了帝王之家。朝堂上多了一个空有一腔抱负，却毫无用武之地的傀儡皇帝，而乐坛却少了一个天赋异禀的演奏奇才。人生确是苦海，且每一个台阶上都有每一个台阶上的苦。我挣扎着想上岸，
我越来越远。曾经的王子，挣扎着想游出苦海，却离岸越来越远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今晚解忧大会，12人均已倾诉完毕，请主尊决出最后的胜出者。世事纷繁，人生苦恼，12军各有各苦，无胜无负，可共同砍杀